来，马来西亚年轻人玩什么车？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Mercedes-Benz CLA 45 AMG。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身后面又是伟鸿了，你好。Hello。伟鸿在我这频道出现了不少次啊，2、3年前，然后给我试驾了他的 IS250之后，然后他就把车卖掉，然后就买了这辆。这个是他人生中22岁的第一辆 Mercedes-Benz。现在驾了几年了？2年多左右。其实呢，今天拍这个影片哦，我们其实想要试驾了之后呢，想要跟大家说，如果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下手买。因为这辆车真的是经过他的手照顾的，真的是很漂亮。可是呢，还没来得及拍影片之前，有 customer 来看了，已经卖了。已经是卖掉了，所以我有跟 customer 讲，我们今天会先拍影片啊，留个最后一个纪念，希望下一个车主会对它更加的好了哈。这辆车是2015年的这个 Mercedes-Benz AMG CLA 45，当年的售价新车要大概400千 on the road 到来啦，它还比 A45 还有 GLA 45更加的贵，所以它今天的二手价钱呢相当不错一下的。极有气派啊！有些人不喜欢，把它关掉。那我个人的话是相当喜欢这个声音的。这个是15年的 Mercedes-Benz CLA 45，伟鸿买回来的时候是完全原装，除了挡板换过了。现在加了2年之后呢，有改了一些东西。CLA 在 Mercedes-Benz 里面呢，它是 based on A Class 做了一个掀背型的。它不管是 CLA 180、200、250、45啊，都很受欢迎，因为它的车型真的是太好看了。个人觉得好看是在它屁股这边啊，它的掀背型真的是帅的拉风。当然 CLA 45它是一定是 4MATIC 的啊，如果是250的话呢，还要看配置哈。如果是 Japan Spec 的话，还要选配。怎么分这辆车是不是 facelift 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车尾灯哦，新款的车尾灯是2条线的 ，pre-facelift 呢则是一个蝴蝶式的啊。车头灯也是稍微不一样 ，facelift 之后的 daylight 是1条式的。这个 diffuser 呢就是原装的，后面的排气管的洞哦是左右双出的嘛，实际上呢它才有1个洞，不像 A45当年它是标配 AMG exhaust 的 ，CLA 的话是没有标配的啦，它贵过 A45，可是它就不标配这个 AMG exhaust。如果你今天是驾着180啊、200啊，或者是250啊，你要把它改成 CLA 45的外观都可以改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它是真正的45呢？你要打开门啊，看一下中间那个 gear knob， 它的排档杆是在中间的，还有它这张座椅 bucket seat， 这样子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狗啦。伟鸿呢就为这辆车加了一套 adjustable 来自于 PCBR 的，前面的 cable 开2.5度，哇，很低哦，一根手指都塞不进哦。原装给了19寸的轮圈，那伟鸿也是换成了19寸，它是来自于 Niche 的一个品牌。那据说呢，外国啊美金1000块一粒，轮胎呢是用着235 35 ZR19， 有高阿玛的 V601的轮胎，前后都一样尺寸哦，因为这辆车是4驱嘛。原装给的4活塞的刹车卡钳，这个是原装的 AMG 45才会给的。当然，如果你是250的话，你要换这个也是没有问题啦。刹车片是用着 EVC 的 Yellow， 后面方面就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也是有换了刹车通风碟啦。后面还是一样，一根手指都塞不进。打开车尾箱的方式呢，它就是有一个按钮在这边。
或者是后面有个电磁阀哈，所以它是用 spring 来开的，所以它的空间我觉得还可以啦哈，在行李箱也是 OK， 我觉得大部分的空间都是占于它的那个悬挂了哈。这辆车悬挂设置前麦花车，后面是一个多连杆。CLA 最吸引人就是它的无边框的门呐，CLA 跟 A45都没有的，所以它很适合年轻人驾这个车。前面引擎调的时候，我的驾驶座位有升高173，开口的这个面积比较小，所以让体型大人来坐进去会比较稍微要把头低进来。OK， 所以这个是 CLA 吃亏的地方。如果比起 A45的话，或者 GLA 是最容易进来的。坐进来是坦白说有点压迫感了，它的头部空间剩下3个手指，然后我的腿部空间大概也没有了。但是这张椅子是真的好看，颜值爆满啊！不管是质感跟摸感都非常的 good job。然后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啊，你看到奔驰的一个小细节吗？连开门之后呢，这里下面有微微的一个灯，虽然这辆车没有什么特别的气氛灯哈，然后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然后中间有2个灯，这里中间有灯。后面这边呢是 parking sensor 来的，它会让你知道后面有没有物体接近。在 dashboard 那边也是有一个的哈。哦，这辆车没有中央扶手啊，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补救这辆车的空间，就是它的后座可以放倒，去 IKEA 买东西都可以啊。打开门之后，这辆车有一个3组的记忆座位，然后有电动调节的座椅，全部在门旁边。窗户按键呢，这边还是很美哦。虽然这辆车年龄已经有10年了，这边其实有一个洞的哈。那伟鸿去 Shopee 买了一个阿夫放下去哈，不然的话你连手机也放不了。这个是打开后备箱，然后打开门之后这里有一个 logo。这是后期加的，就在这边。45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 aluminum pedals。这个把克西坦白说坐下去是有一点硬啊，包覆性是非常的强。比如说它的腰部可以调，还有这个 facelift 的方向盘，这个是在做小改款之前，奔驰马来西亚偷偷把这个方向盘还有舱机给换掉了。所以这辆车是 Malaysia unit， 这辆车已经400千了，竟然是没有 push start 的，所以它这里是需要你插个钥匙。OK， 奔驰呢是只需要转一下 ，click 一下就够了，不需要转到它 start 为止。你看啊。那如果 facelift 的话，那个指针就没有这样厚了。哇，油门真的很快哦，响应很快。中间的这个彩色荧幕其实是可以更换一些资讯显示的 ，AMG 才有的哈，可以看油温、水温，还有它的变速箱温度。只要在方向盘这边按一个下，你就可以看一些你的设置啊等等啊。没有 Apple CarPlay， 没有 Android Auto， 只有用 Bluetooth 罢了。通过这个按钮，这里可以转，比较老一点，但是 yes。它的显示的颜色还是非常高清美一下的。这个 Carbon Fiber 的，想当年新车选配加多3000块哦。冷气出风口还是原装的这种非常经典的。听到声音吗？非常的 premium。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奔驰要放这样多这个 keypad 在这边，有一点难看啦。可是它是有它的作用的，接电话啦。音量啦，这里就有座椅加热，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要来做什么了。然后还有防滑系统关闭啦，还是 light。Auto Start Stop、Parking Sensor、冷气的这个控制啊，坦白说它的这个 knob 转下去的这个感觉不会太 premium 啊，它比较廉价一点，但是很实用啊，对我来讲。这有一个盖，2个置杯架，还有一个手扶箱。它的换挡的方式呢，就是踩刹车拉下来就是 D， 推上去一格就是 N， 再推上去一格就是 R。Parking Button 在这边按一下。很漂亮，很 premium 哦，但是这个要很照顾哦。很多车主10年过后，这边一定是花的，因为它会晒久了会棉掉啊。所以这样子还是你看，可见它的 condition 还是很好的。驾驶模式的就是在这里换，可以切换 Comfort、Sport 还有 Manual Mode。所以 Facelift 之后呢，就多了 Sport 还有 Sport Plus 啊，还有 Race Mode 啊等等的，就是这里转。全景天窗，我可以叫它全景天窗嘛，虽然还没完全到后面，但是还是很大的。哦。所以还有一个阅读灯哦，在这边哦，左边也是一样有3组的记忆座位。开灯的方式我很喜欢哦，这里 auto， 小灯、parking 灯，有分左右的 parking 灯。我们打开头灯，然后打开 hazard light， 这边有电子手刹。给我们来打开这个引擎盖，这里找一个红色拉杆，这一拉。打开引擎盖，这具引擎的代号为 ME33的一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当时据说是地表最强的一具2.0公升，它可以炸出355匹马力，还有450个牛顿米的扭力，在2250转的时候来爆发最高扭矩啦。而且最主要的特点，这辆车的发动机都是手工打造的 ，One Man One Engine。Facelift 之后的小改款，
就把这具引擎提升到380匹左右，加了 LSD， 它的 gear ratio 从3号档到7号档呢就缩短了。为什么你要换 Hybrid Turbo 啊？车年份到了，它开始有点漏油了，与其修这样倒不如用来改会更好一点呢、就改了这个 Hybrid Turbo 咯，就有利于它的马力哦，它的 response 会变到更好，然后马力也大一点了咯。换了 Hybrid Turbo，Turbo Smart 的 BOV，AMS 的 Alpha Intake，Custom 的 Downpipe Exhaust，Mamba Turbo Actuator，Custom Tuning， 所以这辆车我们就是380匹左右，还有600个牛顿米的扭力，但是还是高转才来是吧？3000还是3500转它就来了。OK， 它的扭力不多。Alright。CLA， 我还是很喜欢它的屁股嘛，真的很漂亮。来，系上安全带，奔驰最有标志性的，一扣上了之后呢，会拉你一下那种感觉，非常有安全感了。Let's go， 那轻轻踩一下油，电子手刹就会接触了。但这辆车有一点特点哦，就是在 parking 的时候是特别难受啊，你要轰2下那个油门。好像在驾那种嘎拉多啊那种感觉，你懂吗？不然它的那个离合器啊，它就比较不会结合，它比较跟着油门，所以它唯一跟 Golf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 Golf 它至少你放开那个刹车的时候，它会溜出去啊，所以它的驾法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问题也不大，它还是很顺畅的。当我这个油门一踩下去啊，它整个结合那种过程啊，它不会像我说的那种中国车的那种离合器双离合就它会要么就冲得太快，要么就不要冲，就是这样。尾后你换的这个 adjustable 会好加一点吗？好加很多，超级多。延长会很跳吗？还行，还行。我这辆车换了 handling 是好很多诶，超级多。之前没有换的时候很推头，现在换了如鱼得水。加上这辆车有 4MATIC 哦。这辆车的四驱哦，不是全天候那种啊，它是需要的话，它才可以印后面啊。可是你dyno的时候，它是用4轮还是2轮来dyno？ 4轮。OK， 明白。因为你关掉 ESC 之后啊，感觉到前面在转动的话，后面不转它也跟着转的，自动的。所以这辆车的，你觉得啊，买45的话，maintenance会高吗？还是需要准备一点维修费了。OK， 一年的话大概也要1万吗？看人啦，我的话要啦。OK， 所以你要换黑油那些，很多人问啊，就是真正换一次黑油的话要多少钱呢？就最 basic 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用300V 嘛，Model 300V，Model 300V， 所以一次的更换机油差不多是在600到700左右。加买 filter 啊那些东西啦。换牙油会比较贵咯，是吗？它用的油比较多。对，它换牙油又贵一点点。大概要800块、900块。忘记了，好像是差不多这样的价钱。所以每一次单来都是起码都500-600块以上的。对，除了 cabin filter 咯，cabin filter 100多块。可是呢，它是给你一个体验非常爽的车。其实伟鸿的不舍得卖的。卖出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它再不卖的话，如果自私一点想，这辆车以后很多人轮不到了，那个年份已经到了。OK。然后再来就是车也是会贬值的很快，如果一到10年的车龄啊，所以刚好遇上有缘人又欣赏这辆车，就卖了吧。确实啊，如果你比起 CLA 250啊那些啊，它会比较有那种顿挫感啊。什么叫顿挫？我的所谓的顿挫就是，当你松开油门，它的牙还在 hold 在那边，所以啊，你就是一松油门，它会有那种扯着你那种感觉。再一脚补油门下去，你又补得太大还是太快，然后它就马上结合那种感觉去啊，所以它很容易让你驾得不舒服，所以你要很控制到油门。可是我在 Comfort Mode 还好，如果去到 Sport 的话，我相信它会 Yes，Let's see Sport 的话，它会尽量拉高转哈。这个压箱还没有 tune 过哈，压箱没有 tune， 我觉得 tune 过压箱。我在美诺 Mode 它的那个退压会更快耶 ，Comfort 就Comfort 不能了。OK 吗？你看速度，我要降档。哇，有那个有点 cracker sound。有时候早上 start 车也会有那种 cracker 的声音哦，是不是？会，它会有那个放炮声。哇，不错，这种是我喜欢的一点。
不会很吵，但是很帅，就是那几下就好。它输在什么？它没有 normal mode。Comfort 我觉得它太舒服，然后油门反应太慢。我刚刚好像我要超车出去的时候，那个油门呢，哇，踩得很深它才会去啊。然后反而 Sport 的话就有一点太冲，所以倒不如我们用 Manual mode 啊。而且说 Sport mode 它又太冲，然后它又没有中间的那个 Normal mode，所以呀，这个是我觉得它唯一一个缺点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这辆车本地 spec 它没有给Harman Kardon反而就是外国 spec 它有那个选配啊，Harman Kardon的话就一级棒了。但是我觉得它音响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哦，蛮 OK 的，还行，接受范围。那我所谓的这辆车的顿挫感啊，就是塞车的时候它是在二档嘛，然后你就油门尽量不要一直踩放，哇，真的会有一点。它的道理就是之前像美诺车一样啊，你一直不踩 clutch， 你一放油它就会车的那种感觉，你踩油就会冲出去那种感觉，懂吗？你要很好的控制那个油门。在4号牙那些 OK 了，已经是比较顺了，1跟2吧，会比较冲。OK， 然后我们换去 Sport 啊，Sport 的话，你看马上降档给我，然后它的换挡逻辑也不一样去啊，换挡会比较更加扎实、更加机智这样。哇，这样低转都会有 cracker sound。Sport 才有是吧 ？Comfort 没有啊？对 ，Sport 才有。哇！力真要2000多转才来的哦，3000转了，要3000转才 feel 到那个力。它在 Sport 的情况下，就是我用 pedal shift， 它还是会跳回 auto 的是吧？对。哇，反应完全不一样去了。哇 ，I like the fast sound 哎。难怪那个新车主看了，他讲爽啊，他是要原装啊，讲原装就这样咯。那我们就把 compressor 给关掉 ，AC off， 我就来做个0到100测试，好吧？哇，1号牙，咻 ，damn， 1、2、3，台湾。哇，讲真的，它的那个发烧的那个爆炸力哦，很 best 哦，喜欢那个声音哦。哇哦，很稳嘞，好稳嘞，真的。OK 啦，坦白讲，在这个 high speed 的时候会有点风声，那个风声是在上面来的。sunroof 布没有关，布没有关啊，就有声音了。冲出去那一刹那，它是感觉到很有力，可是因为市区的关系，它不会让我有时候会让我吓到这样的。我觉得是快的这样子。反正我觉得做 launch 的话，应该会吓到你。那个的话会冲出去的，对，那种 M340啊那些，我之前做过，哇。吓到哎呀，我没有开 compressor， 难怪。还有一个美味啊，没有开 compressor， 够啊。OK， 我们上7号牙，140的时候才2300转吧，所以的确基本上你加不出来分别太大啦。如果你加 facelift 的这个 facelift 的3号到7号会短一点这样子而已。这样子上云顶啊，你觉得它handling会怎么样？
换鸟比 CBR 好很多，很听话这辆车。不然原装的话怎么说呢？原装的话，怎样加怎样推哦，加得很辛苦。推头啊，推头，哇哦，踩油都推头。推哦，推更够力了才有。如果 facelift 有了 electronic LSD 应该会好一点吧？我觉得。会好一点。哦。OK， 做了这个一段时间下来哦，我觉得如果给我驾到去缅甸，我觉得我应该会屁股痛一点，还有那个腰会酸一点这样子吧。但是年轻嘛，可以啦，没有问题啦。再老一点下去，老人家会难受，我觉得。所以这辆车不适合拿来载人，尤其是老人家。第一个，后面的后座空间很小；第二就是它椅子啊，毕竟还是 performance 车，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很舒服。所以看到趁年轻可以买的话，就买这种车来玩一下。如果给我啦，比较不头痛的话，那个高度啊，你又想要高一点的车，又有那个OK， 我可以讲，奔驰很厉害的造这个 A45 的系列哦。你要短尾还有 A45， 你要掀背有 CLA45。如果你觉得太矮，你喜欢 SUV 的那种等级，GLA45 又 stand by 给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辆 GLA45 要卖来 PM 我们。前面的车牌有点变态哦。Kiss。SM 哦。SM Kiss the fuck。做地区那种感觉哦，哇！我想要那个马甲，耶，很帅啊！这里，哇，best 啊，可以等你要我拿这个什么来比较我这个车？好像找不到这样的款，因为你不能拿来比 Golf R 嘛 ，Golf R 是要跟 A45嘛。阿刁这样新，给我的话，我喜欢这辆车多过阿刁啦。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发烧，第二个就是它的压箱，我会比较喜欢。阿刁的话还是偏于家用啦，你要拿去 tune 没有拿去 tune 还真的是很off一下。哇，你要去哪儿？真的想不到要比什么车。这辆奥迪 Quattro。奥迪 A5 哦。A5 Quattro 我还没有驾过，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 A5 还是很大辆。大辆。这辆车比较灵活一点，我还是觉得。灵魂多 ，segment 都不一样。对 ，segment 都不一样。哇，把坡路又不跑好，跑高速真的它的油温会明显好很多，不然的话再塞车。可以去到100度。好了，开始我们的这个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冲上营销，也 CLA 没有在我这个频道出现过的，终于一来又来一个45。好了，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下一集的影片再见，拜拜。